在不久之前，我讲过一个人豚之恋的案例。生物学家为了研究海豚是否可以学习人类语言而被圈养起来做实验，而在学习过程当中，人类教师与海豚逐渐发生情愫。当实验宣告失败之后，他们被拆散，海豚不堪压力，最后选择了自杀。爱无天日的圈养生活，再加上被抛弃的感觉，换作是人类，精神也会受到重创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海洋生物的真实案例。曾经在美国有一头虎鲸，它身背3条人命，却还有许多人惋惜它悲惨的一生。众所周知，虎鲸足以让大白鲨闻风丧胆，它们也被称为放大版的海豚，不仅智商超高，而且特别友好，在野外几乎没有攻击过人类。那它为何会变成冷血杀手呢？2010年2月24日这一天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海洋公园，现场座无虚席，观众们满怀欢喜地期待着虎鲸的表演。这是一头名叫提里库姆的明星虎鲸，与训练师道恩关系密切。在道恩10岁那一年，他就和父母来到了海洋公园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提里库姆。道恩就暗暗发誓，以后要成为他的训练师。没想到梦想真的达成了。不过道恩也知道与大型动物搭档会潜在多大的危险，但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，所以带着这份热爱，提里库姆和道恩成为了完美搭档。而他的名字提里库姆也是朋友的意思。他们一起表演各种特技，关系日益密切，也为海洋公园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。但是这一天却成为了他们俩搭档的最后一天。根据现场观众的回忆，在表演期间，道恩脸贴着提里库姆，突然间，提里库姆拽住了道恩的马尾辫，将他拖入池中，拼命摇晃他。要知道，以一头成年虎鲸的力量，一旦他要袭击人类，根本就没有反击的能力。一些目击者甚至亲眼看到道恩的整个头皮都被提里库姆剥掉了，随后就咬住了他的肩膀，拖入水下。而此时的道恩已经没有了知觉。当工作人员试图用网捕住他的时候，提里库姆还是死死地咬住尸体不肯松口，就算用食物分散他的注意力还是不行。最终，他们将提里库姆引导到了一个较小的医疗池，在那里他更容易平静下来。在大约45分钟之后，提里库姆才放开了道恩的尸体。尸检报告表明，道恩死于溺水和钝器外伤，他的下巴、脊椎和肋骨全部被折断，四肢也全部脱臼。提里库姆和道恩这对搭档本是海洋公园最大的招牌之一，事故发生之后，却一下子成为了震惊世界的新闻。他们试图将其解释为一场失控的意外。很多人都在惊讶，虎鲸不是号称最亲近人类的海洋生物，为何会下此狠手？但是现场观众真真切切地看在眼里，而且提里库姆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就是在复仇人类。然而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其实这并不是提里库姆第一次杀人，而有关于他的故事，还得从他被捕获那一天说起。1983年的11月份，2岁的提里库姆正在冰岛海域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一群人将其捕获。一同捕获的还有另外2头雌性的虎鲸，他们辗转来到了位于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一个海洋公园。当时全球虎鲸娱乐业势头正盛，因此提里库姆的命运就是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表演者，而他不知道自己即将在囚禁当中度过余生。要知道，虎鲸除了聪明之外，还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，它们会群居在一起，并且会以家庭为单位，形成稳定的母性族群，甚至不同的虎鲸族群还会有不同的方言。当提里库姆被抓回来之后，就与另外2头雌性虎鲸放在同一水池里面。很显然，提里库姆只能算是个外人，因为另外2头虎鲸来自于同一族群，并且相识已久，所以也自然而然的会联合起来欺负他。提里库姆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水池不仅面积小，水质差，而且他还要忍受被孤立的感觉。工作人员也看出了端倪，于是就将提里库姆单独安置在另外一个水池里面。虽然生活空间变得更加狭小，但至少远离了欺凌。然而在训练期间，为了能使3头虎鲸把动作做到整齐划一，他们也没少挨罚。再加上提里库姆初来乍到，显然跟不上另外2头虎鲸的节奏，每次只要他做错了动作，3头虎鲸都要一同受罚，简直是仇恨拉满。所以提里库姆经常会被报复，咬得鲜血直流。这种夜以继日的折磨，在提里库姆心中埋下了一颗报复的种子。至于什么时候爆发，没有人知道。1991年，21岁的卡尔蒂·伯恩成为了训练员的助手。他本身是一名游泳运动员，因为热爱海洋生物，所以在这家海洋公园里面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。2月20日这一天，他和往常一样前去上班，结果在训练途中，凯尔蒂不慎滑倒，掉进了池子中。当时水池里面包括提里库姆在内的3头虎鲸都在。凯尔蒂试图上岸，没想到他们异常兴奋，一下子围了过去，拖住并阻止他上岸。凯尔蒂在池子里面上上下下了好几次，3头虎鲸似乎还没有玩够，不停地击打着他。一旁的工作人员也试图用杆子抓住他，但虎鲸的移动速度很快，根本就做不到。后来工作人员扔了救生圈下去，但虎鲸一直在干扰，阻止凯尔蒂靠近。最后
凯尔蒂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差一点点就能爬上岸，但有目击者看到是提里库姆又把他拉回了水中，最终凯尔蒂溺水身亡。悲剧发生之后，涉事的海洋公园立刻被叫停，里面的动物也逃不过被转移的命运。1992年1月9日，提里库姆被卖到了奥兰多海洋公园，他又过上了被其他鲸鱼排外的生活，压抑的感觉重蹈覆辙。很多时候，提里库姆都是独来独往，他失去了自由，又遭到了排挤，情绪很不好。其实，就算不是动物，换作是人，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恐怕也会焦躁不安。1999年7月6日，一名27岁的男子丹尼尔·杜克斯被发现死在提里库姆带的池子里面。据称，他前一天参观了海洋公园，关闭后留了下来，并且为了躲避安全检查，整个人光着身子进入到了池子里面。根据尸检报告显示，丹尼尔死于溺水，但他的身上还有好多伤口，下体也已经被咬断了。虽然当时池子上面布满了监控，但不知道为何海洋公园声称没有拍到这一幕，可能是怕坏了名誉，所以没有人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尸体是出现在提里库姆带的池子里面的。其实虎鲸在大自然当中几乎是没有杀人案例的，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海洋公园里。自从提里库姆制造了死亡3重奏后，训练师都不愿意再和他搭档，还给他贴上了怪物的标签。但是观众不愿意相信这是虎鲸的问题，因为一直以来提里库姆都是明星虎鲸，他有一大波粉丝，收获了满堂喝彩。相反，许多人都开始质疑虎鲸的饲养是不是出了问题，而实际上是哪都出现了问题。因为提里库姆长6.7米，重5.7吨，已经从海底顶级的掠食者转变成为了供游客观赏的玩物。在这种残忍的转变下，提里库姆不仅遭受了其他鲸鱼的欺凌，训练和表演日程也都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做不好就要被虐待，再加上与家人的分离，提里库姆过得非常的压抑。所以归根到底，他的袭击行为是在反抗人类对自己的限制，心灵的伤害导致他异常的好斗。其实观众只知道他是表演明星，不知道提里库姆还是海洋世界里面的金子库。他曾经与8头雌性虎鲸交配，一共育有21个后代。自从2010年训练员道恩惨死过后，他变得越来越沮丧，因此观看表演的人数也急剧下滑。2011年3月30日，提里库姆重新开始表演，他只和自己的后代做搭档。自从事故发生后，训练员已经被禁止下水与鲸鱼一同表演了。平台上面还安装了更加牢固的护栏，限制训练员和鲸鱼的亲密接触。表演结束之后，他给观众带来了标志性的水花，但实际上是提里库姆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到了2011年底，提里库姆就因为疾病而暂停了表演，接下来就是一直反复，时不时的消失在了大众视野里面。2016年的3月，提里库姆因细菌性肺炎感染了肺部，病情急剧恶化，最终在2017年的1月6日凌晨因病去世。看到这里，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被囚禁多年的提里库姆终于自由了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背鳍非常的弯？其实这是外因造成的。长期生活在圈养环境当中的虎鲸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在大自然当中，除非是遇到打架、撞船的意外事故，才会出现背鳍弯曲的现象。而由于在狭窄的环境当中，会大大限制提里库姆的游动，所以说它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转。再加上水流导向，它很难竖起自己的鳍背，保持强壮。那在我小的时候，特别向往海洋公园，因为那里有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，各种表演互动让人激动不已。可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背后的真相。虎鲸已经足够聪明了，但它还是会被圈养起来，孤独到死为止。难道人类真的是为了亲近它才圈养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无非就是不肯放弃这有利可图的产业。有时候想想，其实真的很矛盾。人类驯服了海洋生物，告诉观众他们非常聪明，都是来看精彩表演的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又不想观众与他们产生共鸣，因为一旦设身处地的为动物着想，观众们就会发现，他们最想要的其实并不是当什么表演明星，而是需要自由。虽然有一小部分动物离开了动物园，真的会灭绝，但很大一部分落到人类手里才是灭顶之灾。提里库姆就是一个例子，重回海洋才是最好的归宿。也许唯一让人最安慰的部分，就是提里库姆的经历，让人重新审视圈养虎鲸的产业。它没能回到大海里面的怀抱，但至少帮助了一部分海洋生物免于囚禁的痛苦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镇长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